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赵少康战警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林秉佑议员、尹乃菁小姐、费鸿泰委员、林涛议员、林珍宇议员。好哇，这个中东会不会一触即发的战争哈？真主党这个指挥官、哈马斯领导人双都遇袭哦，以色列一下子啊，这个一箭双雕，给你炸死哦。所以呢，中东局势恐怕会全面升级。会不会变成一个区域战争？就整个中东又打成了伊朗到底会怎样哈？然后呢，其他到底会怎样哈？那拜登跟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啊，以色列总理的哈，强调我们要捍卫以色列安全，抵御伊朗威胁。我真的不懂，不用美国，以色列也可以抵挡得住。以色列的国力那种人民的战斗力跟他们比不能比的，什么七日战争什么都是秋风扫落叶。美国现在天天说哦，昨天那个国防部长也说，只要以色列本土受到袭击，美国一定协防他的呢，好像一副以色列需要美国去帮他怎样，武器可能需要了。以色列我觉得根本就不需要你，伊朗能够怎样呢？哦，美国现在天天跳起来表示支持以色列哈。那伊朗现在下令直接攻击以色列，以前是旁边真么真主党旁边，现在是血债血还。我尊贵的客人哦，这个哈尼亚到这边来庆祝我总统的就职，你在我的家把我尊客人炸死了，那是客人孰不可忍，太丢脸了。所以呢，伊朗说要直接攻击，可是他上次发了300个飞弹去以色列，不痛不痒啊，哦，所以呢，这个卡达是调停人不忍了，因为当时卡达是调解以哈的和谈，和谈的最主要的人被你炸死了，还谈什么和呢？所以如何实现停火呢？所以我认为大概停火又没有了。尼塔尼亚胡对这个以色列总理高兴啊，他本来就不想停，是美国逼他的，这一下你不停算了，正中我意哈。那当时有说是不是 F-35去轰炸了哈，去斩首？纽约时报说他住的旅馆早被放炸弹，消息早就走漏了，到底怎么样真的也不知道了啊。现在反正各种讲法嘛哈，所以呢，这个哈马斯首脑哈尼亚的血将致以色列灭亡。他们都是要以色列血债血还，中东地区震荡不安哈。那当时呢，去年10月7号，在卡达首都多哈的一间办公室里面，他们庆祝哈马斯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了大洪水屠杀。当时以色列不是死了100多个人吧？多少人？还200多个人。这些人一个个都被杀了。所以以色列一个个干掉你们哦。那所以呢，会不会变成大战的序曲？老沈怎么看？接你的话了，你先说。我觉得我们台湾应该把国防外包给以色列啊。我们有些武器也是跟他们合作了，又省事。不是我开玩笑，你怎么这么认真起来了？我以为你是认真的。我是觉得基于种族跟宗教的不同所结下来的代代的冤相报，是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啊。所以呢，这最近的一次是哈马斯先动手。所以以色列就逮到机会了，我当然报仇。那这个报仇什么时候终止？我请教你，他这次杀掉这个哈马斯，在伊朗杀掉这个哈尼亚，到底是他报仇动作的延续，还是一个新一轮的冤冤相报重新启动？你的感觉呢？都有了，他报仇，他已经杀到人家几万人了，人家不会杀你200个，你杀了几万人已经够了嘛，还要怎样？我觉得2种解读都可以啦，但是我比较倾向这是一个新一轮的重新开始，大轮当中的小轮，这个小轮开始，就是说你这一次以色列是踩了红线了，你杀了我那么顶头的人。而且是在伊朗的国内，而不在以色列，得罪好几国，也不在那个哈马斯的管辖区域之内，所以这踩破了红线。而且你的方法开始的时候是说是飞弹，那现在是说预先他埋了炸弹，然后远距离按了钮，你就死掉了。这个给伊朗的国安单位非常没有面子啊！这表示说以色列的情报人员已经远远厉害的深入这个伊朗的系统。所以伊朗没有面子的话，那当然要报仇。所以我比较倾向说这个小的新一轮，就是说以色列开始，现在轮到我伊朗报仇了。但是伊朗报仇跟以色列报仇是不一样的。以色列可以报到这个没有完没了。伊朗其实也蛮厉害的他们也很狠啊，打起仗来也蛮会的。但是他们的
报酬大概不会像以色列这个拉的那么长。但是以色列现在晓得说你要来了，你要来了，他闷着头啊。这个伊朗也说我只打你的第2大城市跟第3大城市啊，第大城市什么是第大城市？是首都呢，还是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大概就有机会了哈，圣城嘛，大家不敢打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没完没了。那这个回到美国的选举了，那这个川普就说我当选总统，以哈马上停战，俄乌也马上停战，要吹牛。川普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吹牛。但是我觉得美国对这个以哈之间呢，真的是有一点束手无策。美国其实我觉得讲是这样讲了，我觉得以色列后面还是美国了，跟乌克兰后面还是美国一样的，好吧？哈马斯领袖因为在德黑兰伊朗怎么办？可能会逼他制核武了。他本来就是搞一半了嘛，因为没搞那个什么协议啊，他就停了。伊朗核协议。那现在把他协议停了以后。他搞不好又再来做哈，绝对不会，不敢讲了哈，他偷偷的做哈。他有些科学家也不说，虽然有些被以色列炸死了哈。美国说我不知情也不参与，没有人相信了。以色列做任何事情不跟你美国打个招呼，就直接去炸了。尼坦雅胡不会这样吧？有可能我觉得美国自己说不知情未参与，没有人相信他那专家说美国在中东全力真空，所以这个冲突可以升高哈。这个真主党也说以色列越过红线了，乃金。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让伊朗呢，现在呢是他被羞辱式的让哈尼亚呢在这个在伊朗呢德黑兰呢被暗杀，然后现在呢伊朗呢的头痛非常非常的头痛他召集了他的这些小弟们黎巴嫩啊、真主党啊、也门胡塞武装啊、伊拉克的这个抵抗组织啊等等呢，要一起来开会讨论，然后决定要采取什么样的步骤。这个作为什叶派的领袖阿拉伯地区的这个领导人，你在你的国家里面遭遇到这样子的一种羞辱呢，你如果不采取这种适度的反击而且要让以色列会痛。那这个伊朗怎么还继续在这个中东地区，在这个什叶派里面维持他的这个老大哥的这个地位呢？可是问题是说，你打了之后呢，如果真的能够会让以色列痛，以色列必定是报复的嘛。背后还再加上这个美国在内的话，伊朗呢承受不起，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伊朗来讲呢，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处境啊。比较有可能的呢是让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在这个边境之内呢，然后采取一些协同的动作然后对这个以色列呢采取比较致命性的这个攻击然后呢把这个尽可能的不要让这个冲突呢扩大成是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全面开战。那这个中东的局势所爆发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后果呢，所以以色列他现在不管是武器或是各方面，他是承受不起的，他也承担不了的虽然说呢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呢，已经把话放出去了，然后清真寺呢也升起了这个红旗，就是要对以色列报复，而且也下令呢，在这个伊朗的境内呢，要做完整的这个防御，就是防止这个以色列的攻击嘛但是呢，伊朗是承受不起的，所以说为什么会在之前的时候就先放话说，我要对于特拉维夫和这个海法第2大、第3大城市采取攻击，但是要尽量的避免人的伤亡，就是希望说不要一发不可收拾嘛。可是关键呢，现在在于就是说，美国就变得很难处理了这个纳坦雅胡呢，原本呢，他一直不肯在这个谈判这个地方呢采取这个让步。本来美国是很头痛的美国呢是一直不断的给他施加压力。可是因为黎巴嫩真主党呢去炸了这个戈兰高地，然后12个这个小朋友这样的死亡，就又让这个以色列呢逮到一个机会，对于黎巴嫩呢采取报复性的攻击。而且你看他这一次的这个报复性的攻击呢，他的整个的绵密的那个计划呢是非常的缜密的。刚才这个大佬说，到底是一种延续性的，还是一个新一轮的？我觉得都在他们的盘算之内。你看，像这个哈马斯的军事领袖戴夫是在上个月的空袭里面呢被炸死的。然后这个哈尼亚呢，如果说《纽约时报》的报道消息是正确的话，因为《纽约时报》那个报道里面讲说是伊朗的2名官员看过那个爆炸的那个
报告告诉这个《纽约时报》的，他们说呢，因为它是那个大楼受到那个破坏，而且很针对性的，就是那个房间受到破坏，并不是像是个导弹袭击的嘛哈。如果是这样的话，他2个月前就放了炸弹在这个地方，你这伊朗革命卫队，这你在你的招待所里面被遇害，那伊朗革命卫队完全一整个是被整个莫萨德组织给打脸了。这个对于以色列来讲呢，他也是洗刷了他们的这个耻辱。当初哈马斯对他们这个攻击的时候呢，这个莫萨德完全都在状况外。那现在美国怎么办？美国怎么样能够控制这个局势，不影响到未来的民主党的选举？很头痛啊。我们看一个结果哦。今天亚洲的股市，我们先不要讲欧洲现在还正在开盘哦。台湾跌了1000多点，1004，香港跌了2个多%，日本跌了更多2000多点，油价呢现在比去年第四季涨了5成以上沙特阿拉伯说减产禁运，这就促成世界乱嘛。既然你美国我是觉得了以色列这个行动，美国一定会知道。你美国既然要放纵以色列教，我让你全球乱吧所以这个最后的结果倒霉的是我们这些国家，大家通通跟着倒霉那这个事情，我是觉得不管是民主党、美国民主党、共和党都很难处理这个事，因为犹太人在美国控制了太多的事情，不管华尔街，不管是媒体，不管是他的捐款，这2个党都不会对以色列下重手，以色列可能也看准了，你美国就不会对我下重手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局势可能还会再往下这个恶化一段时间但是平常讲，美国你真的要想想你真的愿意全球在万一中东发生一个再大一点的这个冲突的时候，在全球你美国能够控制得了吗？美国是不管这些了我觉得这些政治体系都不管这些了，包括以色列，包括哈马斯也都不管。我炸你12个，我知道你以色列一定会报复嘛，我炸你100个，我也知道你以色列报复死了老百姓当然他头也死了，就大家都知道结果是什么，但是就是这样干。政治有时候很奇怪，就不管老百姓的死活美国这个卡特曾经讲过美国的200多年历史只有16年是没打仗的。美国是一个好战的国家全世界发动战争美国到现在打了400场战争，大大小小在全世界你近的不要讲别的，韩战、越战、什么柬埔寨、伊拉克，记得很清楚嘛。美国号称在全世界有几百个基地真的连大大小小基地有4000多个基地，打就打，他们就靠打，以战养战，打是怎样呢？我哪怕打呢？不怕我的军工复合体产业因此大好，你们通通给我 GDP 2.5% 以上，然后多的钱干什么？买美国的武器休息了再回来。住得安全，活得平安。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最近这个海面也不安静澎湖外海了台湾船说大陆船冲撞它跑了啦冲撞它跑了。那所以呢，高雄籍的渔船叫做盛荣才号，船身说伤痕累累被撞的了那另外呢，当然他被擦撞了那后来就说你海巡署怎么去保护我们的船？海巡署说我用水炮，时机没有太晚，我就是用水炮了。不过也有人讲说呢，因为大陆跑到这边偷偷补小管。因为现在是小管盛产季，根本小。那我们海巡署去喷水，一喷以后那个大陆渔船慌了就跑，说撞到了，这也有可能。他没事故意撞你船干什么？对他有什么好处？也没什么好处撞你船他不会多一点小管的这个收入对，到底是怎样反正就是跑了以后呢，越过中线以后呢，大陆的海警船就上来了所以呢，我们也不能怎样。但是我们控盛荣才的时候，大陆渔船造逃。撞了我跑了那另外呢，我们说要跟大陆求偿，
对不对？我觉得球场也应该啊，你撞了我以后，我有损害，但应该球场嘛哈。那陆委会叫陆方加强执法，哦，你们不是休渔期吗？休渔期怎么还跑到我们这边呢？哦，照理讲休渔期的船是通通不能出海的，那你大陆方面怎么管的呢？也是个问题哦。那另外呢，其实我觉得以后这应该休渔期大家一起休吧。不要他那边这个时候修，我们在不同的时间修，所以呢，你不修，他修，他就跑来你这边都修，只要一个船出现就知道嘛。保护海洋资源，双方都应该合力来保护这个资源嘛。否则以前有那么多渔产，我最喜欢讲以前那个大黄鱼，多好吃啊！我大4到金门，那个黄鱼是用那个军方那个脸盆，有没有？一大块一大块的红烧出来，喝高粱酒。现在那个黄鱼就小一点点，而且还说这是养殖的，几乎没有野生的了，被你吃光了，而且贵的要我吃光，我哪有那么大一口？而且呢，这个野生的听说非常非常贵哦，几乎没有了哦，所以那就是大家应该共同护渔的。大家这样协调，就这个时间这3个月通通不能捕鱼，那谁在海面上捕鱼就抓谁，大家都知道，对，否则说我们也有护了，也不是没护了。听说是全台湾各个渔港还不一样，时间还不一样哈，好吧？新华社说呢，这个金门上次那个珊瑚船呢，说我们是恶性撞船，你恶性撞我，哦，那另外呢，这个国台办一再强调说，两岸协商谈判无关，大陆很怕，说民进党是想说变成这个两岸谈判，没有9个共识，哪有谈判？我们这边非要讲说，就算没有9个共识，我也可以跟你政府跟政府谈判。大陆说这不是谈判啊，这不是谈判，这是共识啊，92共识我们。这个台湾虽然讨厌说这是金门共识啊，共识啊，那两岸善意被破坏，陆委会说能够理解，双方有善意也有压力，双方都有压力啊，但是呢也都有善意啊。那另外呢，梁文杰说两国互不隶属，但又说是2区，所以林祖嘉哈是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说这个严重违反宪法，他是这样讲的了哈。他说很大的扭曲，这梁文杰个人意见还是民进党政府啊？他说哈，既然我们的这个台湾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2条第1款，台湾地区、台湾澎湖、金马，还有政府统治权所及的其他地区，大陆地区指台湾地区以外就是中华民国领土哦，这是我们认为还是我们的，只是被他窃据而已哦。那所以呢，这个台湾、大陆都属于中华民国法定领土。既然同一个法定领土，什么叫互不隶属啊？哦，所以尤其绝对不等于2国哦，这是国民党的这个看法哈。那但是呢？梁文杰说什么2国啊、2区啊、两岸啊都一样啦，哦，是一样的啦，哦，放心啦，陆委会也不会改名，就变成外交部了哈，不会了哈。那联合报是说呢，民进党一直在玩那种偷换概念的游戏，要小心把两岸关系玩成死局。我们看一下。自动保护，麻烦注意航安，不要越我船头。海巡署喷射水炮，驱离在休渔期还非法出海闯入澎湖水域的陆籍渔船，当中一艘闽惠于1486冲撞高雄籍渔船，意外就发生在7月31号，两岸才刚处理完0214金门撞船事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状况发生，而且这些船只实际上也违反他们的法律，希望大陆那边也加强执法。陆委会呼吁对岸管好自家非法渔船。金门撞船事件落幕，但是大陆国台办31号晚间仍使用恶性撞船事件，批评台湾海巡用粗暴危险方式对待大陆渔民，更强调这次沟通跟两岸协商谈判没有关系，就是当事人与当事人之间把事情处理完毕。那林员怎么看？我是觉得，其实这个是真的是刚刚赵大哥讲很重要的一个契机啦，就是说过去虽然两岸其实共同执法过一段时间，在金门也过很多默契，但是在民进党上台之后，这东西受到很大影响。到底那个默契，甚至是司法这些东西，还能不能继续办下去？我其实有听到对岸的朋友告诉我说，其实这次案件完，昨天这个赔偿的赔完了，后面虽然还有一些口角，但事实上是他们也发现这样不行，就是不在9个共识情况之下，那我两岸这么多事情到底要不要去处理？那要在什么样的架构之下去处理？现在是变成不得不我们讲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发生了，你总要面对。那用这种心态去看的话，他们会拟出他们的方案。可是我相对来讲，就是说，的确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的陆委会在一些论述上，他当然必须面对台湾的民众之外，他可能也要让大陆这边的人能够认同说，我的这个架构，即便不是9个共识，可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话，现在还在摸索。我觉得是
还看不太清楚，所以这些话当然就提到，就是说，到底是不是在偷换观念，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我觉得比较像是在摸索，说到底什么样的名词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如果突然有一个是，不管是讲两区，不管讲什么，只要不讲两国，说不定突然有一天大家突然接受的时候，在这个架构之下开始进行实务性的讨论，因为第一关最难嘛，到底我的基础是什么？如果这个过了，开始谈刚刚讲的共同的休渔期间能不能定下来？台湾现在是符合欧盟跟世界的这个联合国的这些标准的时候，可是中国不一定是这样做，那没关系，我们在两岸之间再去订立一个新的协议去处理的话，这个的确是两岸老百姓共同想要的，只是第一个摸索的阶段。我觉得这个压力对我们来说是很大，所以倒不要去讲说是在偷换观念啦，还是说去做出什么样一个不利的论述。我比较把它定位成就是互相的去感受一下，包含他们有他们的压力，我们有我们压力，这个当然刚刚已经提到了。所以我是比较希望就是说这件事情对基层的民众来讲，尤其是渔民来讲，他们马上就要面临到一些人被带走的这么高额的赔偿的，政府能够协助你的又这么有限，你看。管辖的法令互相不同，对不对？还是要面对了。渔民最希望就能够安心捕鱼了。对，来林涛，基本上大家在整件事情看出来，就是民进党用意识形态来做事，可是到最后没有办法，是国民党的民代跟这些民间的人是一起努力要出来割到尾，这就是大家看到这一起事件所有的结果啊。那你看近期这个29号这个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全国委员会这么重量级的智库就提醒了，你两岸缺乏直接的沟通，让两岸针对这些事务没办法很平稳的，没办法用沟通或这种连贯性，那就会造成两岸的风险啊。那请问渔民这个捕鱼跨界，这是第一年发生，不是啊？长久以往，大家有个默契，就是说在这个灰色地带，大家不要去互相汉格，也不要互相攻击，让渔民可以在安全的情形之下捕鱼。可是现在这个默契是我们冲突之后造成2个大陆籍的渔民的死亡，那这个死亡怎么办？那到最后这个我们也没有密录器，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前倨后恭，前面态度很高傲，现在才要来讲说我们要来赔偿。所以说真的啦，因为现在在美国大选局势前，很多局势要我们自己控，我们真的要自己控。以色列为什么？因为刚才提到以色列就是贺锦丽希望纳坦雅胡在他当选之后停战嘛，那川普就是说你纳坦雅胡你没准备好，你怎么可以打以色列？你怎么可以打那个巴勒斯坦？所以即便就是说，那以色列我就先冲了。所以现在就是美国无暇顾及这种区域，希望你们可以自己沟通，能够把姿态跟能够把这个对话弄平稳。可是民进党有没有听到？因为我觉得这个渔民的事情，接下来一定还会层出不穷的互动，或是越界，或扣留，或是像我们的胡姓的渔民过去被抓，然后我们的大靖满在那边被抓，那怎么办？这一次是因为有谈判的筹码，所以大家一物换一物。下次没有的话，渔民什么时候被抓，我们能确定吗？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真的不要再用意识形态针对两岸的互动，应该要静下心来，有直接的沟通。其实还是要建议执政党其实你们不要逢中必反。我们要如何在不违法、想办法的状态之下，守护我们台湾人民的利益？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当然，我相信不管任何社论，当然大家都会去讨论民进党一再在玩弄偷换概念。我相信民进党一定有他必须要对他所谓的支持者有一定的交代，但是不要忘了，两岸的关系不是可以让你用这样随便的言语可以去交代的。我觉得啦，你看金厦事件半年后终于落幕的原因是什么？不是今天我们所有的陆委会多有能力啊，而是靠着民间的力量来去解决啊。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这半年来大家现在解决的叫做面子问题。什么叫做面子问题？没有真相，双方也不再去究责了。你可以看没有真相就没有究责，没有究责就没有责任归属。同时间，你说今天这个叫做赔偿吗？它叫抚恤金吗？其实都不是啊，它是透过民间的募款方式，给所谓的死者为大的角度来去让它落幕。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去回避的现状，所以我个人是认为今天的金门的这个事件，它应该严格来说，我们算是一个解套。但是未来怎么样的预防？刚刚又讲到，不管是符合欧盟还是符合哪里的，为什么我们不要去看看邻近的海域？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台日我们的渔业协议的话，为什么过去8年来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在
那个台海两岸之间，我们可以去签订相关的协议。刚刚说的，如果大家有共识，一起修，一起把我们的整个海岛、我们周边的生态把它顾好，我觉得这才是大家期待能够改善渔民直接的关系。所以我还是要再提醒一次，提供给民进党一句话：不违法想办法，不要偷换概念，我们可以好好的来去为我们台湾人民的利益着想，这才是最好的执政方式。我简单补充一句，我觉得梁文杰讲的两国、两区、两岸啊，都一样的，都是互不隶属。这种话，你身为这个陆委会的官员，站在那个地方，能少讲就少讲啊，是不是可以讲？我觉得台湾人民多数是同意这个讲法的，所以呢，你这个讲法是留着选举的时候，在讲台上助讲的时候讲就好了嘛。休息一下再回来。